如果我讲太快，叫我停啊！好感动啊 ！Oh my god！Chowkit Road， 我周遭一直跑来跑去。除了 Negaraku， 还有My Sejahtera， 不是 My Sejahtera，Sejahtera Malaysia。要冷静，自在一点。OK。Hello， 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呢，这一集节目就是我的马雅小科普系列的第3集。这一集呢，其实要呼应回我们第1集，也就是半年前 Hari Raya 不是马来人的新年那一集，我们曾经提到的 Sudirman。Sudirman 在1993年唱的。Balik Kampung， 哦哦哦，Balik Kampung。说到Sudirman呢，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他是我们马来西亚在70、80年代的时候呢红极一时的鬼才歌手。因为呢，我们提到Sudirman的时候呢，很多人讲说，哎，是吗？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么厉害的明星吗？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这个节目呢，跟你介绍一下曾经在马来西亚出现过、红到国际去的马来明星。他们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非常有名，还影响了同样是马来语系的印尼社会，同时还可以红到欧洲国际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认识一下 Negaraku 的 Superstar 马来界巨星。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Datuk Sudirman。你有没有遇过呢？什么时候在路上看到挤满了人群，但是他们不是示威，而是去看一个户外演唱会呢？那说这的呢，就是 Datuk Sudirman 呢曾经的一个壮举哦。1986年的时候，Sudirman 在吉隆坡街头 Chowkit Road 举办了大型的露天音乐会，当天有超过10万人赶来观看这一场因为看不起室内音乐会演唱会的穷人所举办的晚会。那里的街头啊、屋顶啊，全部挤满了观众，甚至有人都爬到了树上，就是为了要看这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非常的成功，就像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狂欢。而那时候的每一首歌都赢得观众的热烈回应。天啊，真的是万人空巷！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就是发现原来我们曾经有一个全民偶像，那种感觉心里还是非常的澎湃的。可是马来西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一种全民偶像了，对吧？第2位你要认识的应该就是 Sheila Majid。她是马来西亚的爵士皇后，这不是国内给她的称号哦，而是她在30年前就开始积极在外扩展的这一个影响力。她不单只在1986年的时候获得 BASF 最佳女艺人的奖项，而且她是第1位不是印尼籍的歌手，但是却奠定了在印尼的人气之外呢，也在日本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以至于后来呢，她甚至红到了去欧洲还有伦敦等等，成为这些地区广为人知的马来西亚女歌手。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哇，那时候的她的表演会让人联想到梅艳芳。天哪，真的好美哦！而且有日文字幕，哎，太酷了吧！你看哦，他除了唱歌唱得好，他的那个表演，哇，太有魅力了。而且那时候的那个服装，我觉得现在马来人应该不可以这样子穿了吧？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马来艺人是有这种穿着哎。第3位要认识的是 Datuk Siti Nurhalizad。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说，如果你去马来社群那边问，哎，你认识的华人除了政治人物有谁？他们一定会回答李宗伟。但是如果你去问华人呢，就是说除了政治人物以外，你还认识什么马来名人？我相信80%呢都会回答 Siti Nurhalizad。他的职业生涯呢是从参加国营电视台 RTM 的真人秀 Raya Bintang 开始，就有点类似台湾的五灯奖，就是阿妹出来的那个，还有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赛，就是陈奕迅出来的那个比赛，这一种地位就是马来西亚版的这种选秀比赛出来的。那他就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是16岁的时候参加，赢得了冠军。他除了在我们马来西亚大放异彩之外，各族人民都认识他。他还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伦敦的 Royal Albert Hall 举办了独奏音乐会，被媒体称为亚洲 No.1， 也就是 Celine Dion of Asia。他在2004年的时候呢，还曾经在金曲奖呢演唱过《征服》。亚洲第一 Asia No.1。
哇，你看刚刚黑人介绍他出场的方式，是不是让我们觉得脸上有光啊？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他还在那一场演出里面呢，和王力宏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第4位，你一定要认识，你不可能不认识的，就是 P. Ramlee。吉隆坡有一条路名呢，就是为他而改的。这个路名呢，就是叫做 Jalan P. Ramlee。他是槟城人，所以呢，在槟城也是有一条 Jalan P. Ramlee 啊。同时，在2个地方都有以他为命名的路以及纪念馆。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可见他的地位是无法超越的，是马来西亚国宝级的人物。P. Ramlee 除了为马来西亚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之外呢，其实他也是一名歌手。你不要看哦，他在表演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点幽默啊。然后就是也许会有很多很风骚的那种感觉，但是唱歌起来的时候却非常的深情。据那时候的歌迷们的感受呢，听 P. Ramlee 唱歌会有一种酥麻酥麻的 feel， 不知道你现在听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他呢是出生于平常的家庭，可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呢，成为了当时候娱乐圈的佳话。他的一生当中呢，总共演了66部的戏，唱了多达359首歌曲。在那个年代啊，你看啊，没有网络啊，可是他却可以红到去汶莱、苏门答腊、印尼，甚至香港和日本呢，可见他是有多么的厉害。只是很可惜的时候呢，他是在1973年的5月29号败给了病魔，因为心脏病而离世。第5位你应该要认识的就是 Dato' Shay。你有没有看过唱法语歌的马来人呢？老实说，我们整个团队还真的不认识Dato' Shay，sorry。我们是因为做了这一集的我的玛雅的内容啊，才知道这个人物的。他呢是第一个以法语演唱著名的亚洲歌手。在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军欧洲市场啊 ，really international 啊。他的第一首单曲是 To Say Shazam。我肯定是念错的 ，OK。这首歌名的翻译叫“你知道我爱你”。Tu sais je t'aime。法国政府呢曾经赋予他一个奖项，叫做 Chevalier des Arts et Lettres， 也是肯定是念错的啦。In the honor of art and letter， Chevalier des Arts et Lettres。来表扬他在推广法语文化这部分的贡献。Dato' Shay现在呢，家人是定居在法国的，大家可以去 IG 搜寻他。那我们家的简介呢，看到了他的照片之后，他去 scroll 他，我就说哇，帅耶，比较不像我们本地的昂哥的 feel 啊，他就有一种法国人的那种冷啊、浪漫的感觉啦。尤其是这一张照片，戴蓝色墨镜，没有多少人可以 carry 得到 ，OK？ 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不再是一个人啦，而是一个单位，他们就是乐团。这个乐团叫做 Surge。说到亚洲天团，我们都会想到说是五月天，但是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呢，原来曾经也有过红极一时的轻摇滚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Surge。一首伤心情歌 Isabella。这首歌是90年代的神曲。那我们的这一个撰稿员讲说他不知道，我说不可能，我可是除了 Negara Gu 和 Sejahtera Malaysia 之外，第3首认识的马来歌就是这一首 Isabella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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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Search 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在新山成立的乐队。如果是跟香港歌手来比对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像是Beyond 啊、筹盲那样子，都是同一期受到西方的音乐影响的乐团。那你仔细再看一下哦，其中有一名团员是华人哦，所以他们是华乌朋友一起成立的乐团，感觉很棒，对不对？很Satu Malaysia。第一张专辑呢也是非常的爱国，名字就叫做《Cinta Buatan Malaysia》，也是一首爱国的歌曲。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听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好，今天的我的玛雅呢，就为你介绍了6组在马来西亚你一定要知道、非常的有代表性的这个歌手和乐队，是不是觉得很多你都不懂呢？没关系，今天我们知道了之后呢，下次呢可以跟马来同胞们或者是我们其他族群的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我们马来西亚人该有的这个集体回忆。感谢你收看这一集的我的玛雅，我们很想做这个单元呢，主要是为了希望可以让马来西亚的各族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善意沟通。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please 请你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我们答应在2021年开始就会定期定候的更新啊，除非这个单元真的很不受欢迎，然后我们就是捡到班子，然后没有人看又没有人 share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能会再考虑想想别的，或者是也不错。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 ，please follow subscribe 我的 IG、FB 还有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一集的我的玛雅再见。